组织跟技术的整合，它的要让它成功，其实是不太容易原因是这样Intel 其实是产业界非常敬佩的、非常憧憬的有着很悠久历史的半导体公司。大家一定知道微处理机是它发明的在 Intel 之前没有微处理机这个概念，大家可能忽略了。连动态记忆体都是Intel 发明的所以说 Intel 在很早以前，大概50年前的创新跟这个发明呢，带给半导体世界、带给数位世界很多先进的观念跟先进的产品但是岁月过去这个风华不再CPU 本身不再是整个资讯产业界最核心的产品跟技术在这种情形下，台积电必须要思考，就是说，如果他参与去抢救一家这个 CPU 的公司，那对台积电的意义是什么对台积电的意义是什么？当然，到目前为止，传闻都是传闻啦那很有可能的一种传闻是说分拆，把它的产品跟把它的代工把它拆分开来那即使是这样，我后来请教了一些半导体产业界的前辈他们说 Intel 内部的制程跟台积电的制程的安排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以前 Intel 内部的运作就是会比较偏向以他自己的产品为主去量身打造的一种生产线的安排参观过的人告诉我说如果要把它调整成类似台积电这样专业代工要达到台积电这样子的运作模式，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因此我觉得那个就把它继续留在传闻好了好，谢谢。就是因为现在就是报道的一个情况说，台积电的这个 Intel 合资的部分，它认列的股份可能不到50%，也就是说这个合资的营收可能不纳入口袋之内。那这样子，如果情况万一是真的的话，是不是可能会对台积电的营收造成影响？你说对台积电的营收怎么样？就是造成影响。我们这样讲了有人说台积电赴美，持批评者会去说会拉低台积电的整体毛利那这一点我是不赞成这一些批评者的看法。至于说如果参与 Intel 的这个改善或营运的这个改善的话呢，会造成什么影响呢？我想一并把它谈一下像台积电赴美的话呢。因为美国的生产成本会比较贵，这个是以前台积电创始人 Molex 张已经有谈到的所以它的毛利势必有2种发展方向。如果客户那边没有涨价的话，它的毛利真的是会拉低因为美国的薪资、美国的间接费用，真的有台积电要赴美投资这消息一出之后呢，外界一度很担心台积电会不会变成美积电呢？而刚刚呢，我们就访问到科技大佬童子贤他对于这些传闻他说不用想太多啦，会掏空台湾这个疑虑可能是多想了。以上呢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资讯。